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酒店1年1度的进口红酒采购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跟往年相比，今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增加了国产红酒的比例，这主要是为了迎合市场的变化。国产酒近1-2年来发展迅速，势头强劲，我们要尽早接触有潜力的供应商，达成长期共赢的合作关系。这件事对于我们酒店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，不能马虎。所以今年的采购会还是由白总监负责，流程参照往年，只是在过程当中增加一个国产红酒供应商的筛选环节。明白。大家都知道，咱们行政酒廊又多了一位陆总监，所以安秘书过来跟我商量，决定今年的采购会就由白总监和陆总监2位共同负责。白总监依旧负责进口红酒的采购，流程跟往年一样。陆总监就负责国产红酒的采购，白总监可以给陆总监一些专业性的指导啊，专人专项。大家有什么意见？陆芬芬她没有红酒采购的经历，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她，她难以胜任的。既然是2位总监，另外1位总不能闲着。所以陆总监，安秘书对你委以重任，你可千万别让他失望啊！我到家了。你跟他住在一起了？你们发展的够快的。这2天谢谢你啊，师傅。联合出新酒的事情，预计什么时候给我答复？我还不知道呢。这次的新酒呢，会是一个系列，而你会负责其中的一款。真的？我来负责吗？你还可以为它命名。那我可以自由发挥？当然。行，那我一定尽快给你答复，师傅。时间也不早了，你也赶紧回去吧，我先走了。我看着你进去。你在家呢？回来了。刚飞利浦送我回来的。我看到了。吃素啦？飞利浦是你弟弟。我当然知道他是我弟弟，可是他……我最喜欢你了，你还在担心什么呢？这么晚了，我能不担心吗？我知道，我这段时间工作太忙嘛，没有太顾及到你。你最好了，你知道我全世界最喜欢你了。再说飞利浦他是我师傅，而且我就把飞利浦当做弟弟。什么？我把飞利浦当做弟弟呀。我是你男朋友，他当然就是你弟弟。笑啦？笑了就是不生气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飞利浦说让我做一款自己的红酒。挺好的，这是每个红酒大师的梦想。但是我还没有想好，因为我最近真的太忙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减少你的工作量？才不是，我是在想要怎么办呢？我这得先把酒庄的事情解决好，还有总监的工作我也得做好，最后再来想自己的事情。你知道就好。我知道，但我还是好激动啊！你知道的，我一直都想做一款自己的红酒，又平价又好喝的那种。你知道吗？这世界上有句话叫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我懂啊，
可是那些高端的红酒真的太贵了，特别不友好。我要做，我就做一款能让大家实现红酒自由的酒。不相信啊？我知道你们这种人喝酒呢，喝的不只是酒，而是一种身份的象征，所以没有最贵，只有更贵。我以前跟你说过，我的父亲也是白手起家，他以前想做的也是平价红酒。真的啊？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你父亲的事。我很想他，如果当年没有出意外，我和天然的命运睡醒了。嗯。这次的采购酒会，我们跟往年还是一样，定在8月中旬举行。在流程上，我们基本不做大的变动。与会的供货商和邀请的嘉宾，还是那些老朋友，有
芬芬，那两家供货商把样品都送来了。这么快？来了。总裁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觉得很好，特别好。都在这儿了。嗯，除了那两家供货商，我又另外找了3家来出样。行。虽然说是抽样，但是一会儿最好每一项都抽查一下。好。芬芬姐，你这查的也太细了，以前白冰总监可从来没有每一项都抽查。毕竟都是客人要喝进肚子里的，当然要查的仔细一点了。哦，忘了跟你说，今天那个无差价酒业送酒来的时候说，还能在谈定的价格上做些让步。都无差价了，还能让步啊？老板说是为了以后能和咱们酒店达成长期合作的关系。哦，对了，他们之前一直是给市区各大超市供货的，老板还认识大雄。是吗？啊，老板说大雄对他们特别照顾。行，那就定这个无差价吧。好嘞。我给白总监和徐总汇报一下。我手机呢？来了。来坐，我刚好做了牛排。正好，我还带了瓶好酒。这是什么牌子啊？我怎么没见过？这个啊，这个是新供货商送来的酒，性价比高的没话说。你得感谢我，我给酒店省了不少钱呢。选择供货商，性价比是一方面，但也不能完全看价格。我知道，他们送过来的样品，每一瓶我都有仔细检查的，绝对没有问题。而且他们给我之前工作过的那个超市也送过酒，值得信赖。为什么不用之前的供货商？因为这个品质又好又便宜啊。怎么了？我说的有问题吗？大公司不管采购什么，一般会选择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品牌，或者是一直合作的品牌。这些品牌既不是价格最低的，也不是质量最好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因为这些品牌一旦出了问题，负责采购的人不用承担责任。所以你们大公司才有那么多的浪费嘛？你们这样子以后会被淘汰的。这种时候就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来大刀阔斧的改革。想法是好的，但我不希望你出事。你尝尝嘛。怎么样？相信我的判断了吧？
还有啊，今天那张照片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就是我早上照的呀，是不是还挺好的？哪里好了？那么黄暴，还有谁知道？我没给别人看，连乔伊我都没给。你还敢给乔伊看？这种照片你可给我藏好了啊，不许让外人知道。你说照片呀，你放心吧。不是照片，是黄暴这件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今年的红酒采购非常圆满，大家辛苦了。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出来，刚刚上任的陆总监虽然是第一次负责酒品的采购，但是他做得非常好，不但为酒店节约了成本，同时还刷新了酒店的销售记录。有什么可得意的？酒店决定为陆总监开一个庆功宴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！这只是上周统计下来的投诉，过了这周应该会更多的。好，非常好。再等等，好饭不怕晚嘛。既然是惊喜，那我们就应该搞得再隆重一点。陆总监，什么事啊？酒店1个多星期以前就收到你采购的那批酒的投诉，我们已经如实把情况反映给了行政酒廊，为什么你们迟迟不给反馈？现在投诉者已经聚集到酒店楼下了。怎么会这样呀？酒出了什么问题吗？你说什么？往年的采购都是由我负责的，但今年国产换成了陆芬芬，他擅自换了不熟悉的供应商，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还好只是少部分顾客，应该能控制。关键有几位顾客住了院，媒体还在追着报道，而且顾客已经堵在门口了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这么大的酒店，出了事儿没人管是吧？就是没人管吗？这出来管管这事啊！各位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我们进了4000瓶酒啊，现在全砸手里了，你们总得给个说法吧？是啊，徐董，最近有很多名顾客喝了你们的酒住院了，你们酒店会负责吗？有具体的赔偿计划吗？这么大个酒店，竟然还敢卖假酒，这也太黑了吧！这次的假酒事件是安达酒店和许氏集团经营10几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丑闻。我谨代表酒店的所有同仁向诸位表示诚挚的歉意，对不住大家了。那也得给个说法，对不对啊？对啊，就是对，就是。不过诸位请放心，安达是一个负责任的酒店，我们一直都是将消费者的利益和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的。我们现在会马上成立调查小组。另外，现在进行统计，所有喝了我们假酒引起身体不适的，先行赔偿。好的，我马上安排。戴勇，这还差不多。所有卖出去的酒批次全部召回，尽量减少下游客户的损失。好，诸位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解决的。哎，我看这个办法可以，我觉得挺好。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集团。该说对不起的是我，是我对不起大家，对不起集团，因为我给了你这么好一个机会，
我现在真的搞不清楚，你到底是诚心的呢，还是无意让我们集团声誉受损，颜面扫地？把你提拔上来，我现在真是肠子都悔青了。徐总，您千万别这么说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是我辜负了您的信任。徐总，供货商送样品来的时候，我跟陆总监仔细检查过了，那些样品100%没有问题的。可是后来送来的酒却被调包了。大卫说的没错，当时送来的样酒，我们都是一瓶一瓶检查的，没有遗漏掉任何一箱。这中间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的，徐总。你们俩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你说的事情我会去调查，大家打起精神，控制住局面，不要让事情进一步恶化了。是。董事长，那陆总监，陆芬芬现在开始停职调查，一切等调查结果出来再说。怎么还赖在这儿啊？等下班啊？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，你凭什么让我走啊？董事长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你滚，我都替你丢人啊！收拾收拾，赶紧走吧，我等着锁门呢。我自己会走，我不用你赶我。行，半个小时之后我来锁门。你要是还没走的话，我可叫保安了。